此人在求生界无疑是一泓清流，别人都是闲来无事挑战荒野，而他则是被迫水上生存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平时黑水煮树皮，长期瘦罗放整齐，偶尔豪华配齐餐，蔬菜水果放锅上。别问他为什么不在岸上生活，这问题实在太蠢了。没钱没房更没妞，如今只能外面溜。发哥带上简单不能再简要的锅碗瓢盆丁辅具，从这一条破败不堪的82年小木船，正式开始他的野外水上生存。这里黑水淹没了整片陆地，只有高大威猛的树木崭露头角，这也是发哥以后遮风挡雨的好去处。前方突然出现一片绿油油的瓮菜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发哥开始趴在船头，伸手大肆搜捕瓮菜根部下方的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他最爱吃的福寿螺，而且这些玩意的个头还挺大，一只不怕死的小螃蟹也不能错过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发哥今天的伙食就搞定了。临走之前还顺走一根木头，等下他可是做饭的垫脚石。接着发哥滑到一棵早已圆寂的枯树面前，准备收集一些柴火。在这片黑水河域，收集足够的柴火并不困难，因为很多树木都已经被黑水淹死了。像这种稍微大点的树枝，直接上斧子轻松搞定，偶尔遇到顽固分子就锯子侍候。不久之后，柴火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发哥满意的离开了这里，去寻找合适的地点生火做饭。发哥很快来到一棵茂盛的大树面前，推剪擦擦理并划，慧心巧手不求夸，一顿猛如虎的操作，大树立马心颜焕发。不得不说，发哥这些年四处漂泊，早已练就了一身白嫖的本领。今天生火做饭就选择这里吧，毕竟这2棵供过浴火焚身的大树，再受点皮肉之痛也不算什么。发哥把木头横着绑在树干上当支点，然后将白嫖的树枝挂起来，作为防风之用。至于灶台的搭建更加简单，用钉子把木头固定在树桩上，再铺上一些绿叶即可。斧子削木一直很酷，每棒点火瞬间就妥。发哥为了犒劳自己一天的辛勤劳动，当然要来上一壶82年的黑水，再放入一片100年的陈年树皮，妥妥的提神又醒脑，谁喝谁知道。不过友情提示，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，烧水不误砍柴工，生活做饭一路通。装好提神醒脑的解渴法宝之后，现在正式开始处理今天的硬菜。清洗好2根野生大葱垫在锅底，接着拿出1/2拳头大的福寿螺，趁着黑水哥不注意的时候沐浴一番。一看发哥就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充满仪式感的好男人，就连锅中福寿螺的摆放也要整整齐齐摆满一大锅。试问这样的好男人去哪里找？奈何如今世道猖狂，钱财横道，动不动就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品质，实属西风日下，穷人无处呻吟呐。啥也不说，啥也不唠，继续看发哥如何造。盖上锅盖，猛火收汁。在等待过程中，发哥也不忘准备来点蘸料。正所谓精致的生活都离不开油盐酱醋，食盐配辣椒绝对是蘸料界的不二之选。最后挤上一些野生柠檬汁混在一起，这般酸爽，即便还没有开吃，嘴里早已口水充盈，跃跃欲试。吃螺子怎么可以没有趁手的工具呢？即便你的细工再好，也不敌一根牙签一掏到底。终于可以开吃了，不过在吃之前，还是先把火堆浇灭。这一点点的安全意识，发哥还是做得挺到位的。身为一个吃螺达人，在品尝肥美螺肉之前，必须先尝汁水，再吃螺肉，这才叫原汁原味。发哥熟知野外生存不易，所以哪怕是一丢丢胶原蛋白，他也不会轻易浪费，一扫而空。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餐，已经让一个寂寞而无奈的好男人心满意足。如今的社会充满铜臭与显摆的味道，即便发哥戴上那顶冒牌货，也难以阻挡两者格格不入的气质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发哥收拾好行装，又要启程下一个未知河域。这个男人果然不是一般的狠人，不仅用乌漆嘛黑的黑水泡茶、洗脸、刷牙，而且还敢在他以船当家的一艘破木船上生火做饭，就不怕一把火给烧没了吗？今天一大早，发哥又开始寻找资源丰富的合适河域。这里环境看起来还不错，树木相对茂密，且适合暂时安营扎寨。魔斧利刀巨树三不误，收集足够柴火才是酷。拿起一卷绳子，在两树之间绑了起来，接着盖上一张崭新的防水布，且拉紧四角，一个临时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就做好了。不得不说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今天发哥为了庆祝远离喧嚣的城市烦恼，他决定要吃一顿好的，毕竟以后会很长时间不上陆地补给了。接着他淌了一下黑水，还顺便洗了把脸，当然发型也要处理一下。正所谓头可断血可留，发型形象不可丢，一切准备就绪的靓仔发开始解绳划船，寻找搭建灶台的材料。很快他来到一处绿意盎然的植被面前，砍来了很多绿叶嫩枝，还从水里捞出不少连根带泥的水草。难道发哥要用来做床垫吗？在野外生存，拥有一双火眼金睛是多么的重要，稍不留神又可以加餐了，而且是几颗乒乓球大小的福寿螺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发哥眼中似乎没有什么不敢吃的野菜。他又在水草堆上面摘取了一些嫩芽部分，
还有回去路上遇见的绿植，通通一视同仁，谁也别想逃脱。发哥回到庇护所之后，开始在船头比划了一下，好像懂得如何搭造比较恰当。他将粗大的木头锯成几小段，然后铺在湿润的水草上面，紧接着在上面架起2根较大的木头做台面，最后放上2根铁柱用钉子固定，两者的距离刚好可以架起水壶与铁锅。不得不说发哥的鬼点子真多。接着刮了一点木屑做火绒，每棒咔嚓几下，就这样顺利的点燃了篝火。为了火势能更大旺盛，发哥还掏出了一根精致的吸管，玩起了御冰烧吹口技，当然还不忘每天必饮的黑水煮树皮，这已经成为了发哥的铁打精神寄托了。烧茶不误做菜工，豪华大餐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接着配菜与主菜陆续搞起来。一根大葱委曲求全躺在锅中，必变的西红柿与发育不良的小黄瓜，通通大卸8块，成为今天主角的配菜。就连蒜哥也来凑个热闹，生怕自己错过什么。最后发哥拿出了今天第一主角的佩奇肉，不要问佩奇肉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是靓仔发离家出走的时候带的唯一肉质食粮。毕竟长这么大个人了，第一次干这事，难免会有后顾之忧嘛，我们就原谅他吧。起锅烧油，爆炒大蒜，倒入佩奇肉，与之油蒜交融。短短10秒钟的肌肤之亲，周围的空气已经充斥着香喷喷的迷人肉香，滋滋作响的油炸声，让人嘴中的口水不自觉地渗透出来。要不是庆祝逃离烦扰的都市生活，发哥平常根本舍不得吃这些奢侈的豪华大餐。等到佩奇肉煎到8分熟的时候，再倒入所有的配角，翻炒5分钟。今天的豪华大餐也就完美出锅了。这时天空也黑了下来，为了光明，也为了情调，发哥点上了2根自制蜡烛，在微弱的蜡烛光之下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，那么美好。虽然生存条件十分艰苦，但发哥此时此刻的内心是多么的平静与惬意。都市里的纷纷扰扰早已烟消云散，此刻金钱的魔力在他面前，还不如这一锅极品美味来得吸引，来得充实。每天能像这样饱饱的吃上一顿，如今成了发哥最奢望的事情。再来上一口提神醒脑的黑水树皮茶，一天的疲惫从此远走他乡。也许是黑水茶劲头太大，发哥的睡意渐浓，他终于躺下结束这朴实无华的一天。一个厌倦社会铜臭味太深的男人，独自一人划着一艘破败不堪的小木船，来到这片黑水河域寻找他的生命真谛。平时黑水煮树皮，长期瘦罗放整齐，偶尔豪华配齐餐，蔬菜水果放锅上。而发哥生活在这条小木船之中，早就已经形成黑水洗漱的良好习惯。当大地刚从薄明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新的一天来临了。发哥今天早早起航，似乎有大动作。原来他已经决定为自己换一种生存环境。由于小木船是前置前驱，因此当船身整体向前滑行的时候，头重尾轻的问题就特别突出。转眼间，发哥就来到了一处新的水上森林。高高耸立的大树犹如绿色巨人一般，为新建营地提供了一定帮助与庇护。不时也能听见小鸟在树中哼上几句，仿佛为这名陌生人举办的欢迎仪式。眼前有一棵早已圆寂的枯木在沉睡着，而发哥熟练地用船桨刹停在他面前，把毛绳绑好之后，他站在枯木上来回走了几步，不时还用双脚跺几下检查其牢固性，特别是它的浮力是否足够大。这棵枯木的树干虽然很大很粗，但是它的露水面积还远远不够，而且单独一根树干漂浮在水面很不稳定，想要在其上安营扎寨，一定要扩大漂浮面积。于是发哥再次划起木船，开始在附近河域搜寻了起来。眼前这根漂浮的枯木倒是笔直得很，看来生前也算是一根正树君子。就它吧，毕竟树干中散发的气质与自己不分伯仲。发哥在上面试了试它的浮力是否足够，确认之后想把它拉走，这时才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用手摇了几下，原来这根枯木的树头树根在生前与培育它的泥土还依依不舍，藕断丝连。就发哥这小身板根本无法将其撼动，即便抄起手中的终极武器一锯了事，开始对树根霍霍了起来。锯断了第一个树根之后，枯木稍微移动些许，但它沉在水底的树头树身实在太多太重，很显然还是不能将其整体移走。不过对于大脑拥有7200转速的发哥来说，小事一桩。他想到了借力用力的好办法，把绳子一端绑在上方的树干上，而另一端绳子则借助水的浮力绑在枯木后将其吊起来，使得浸泡在水中的枯木离开水面更容易进行锯割。不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犹如纸上谈兵，虚得很。经过发哥9981锯之后，藕断丝连在枯木上的最后一根树根必然被锯断。松开绳子，被困已久的枯木瞬间重获自由。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，因为他很快就成为靓仔发的新坐骑。真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呢。身手矫健的发哥为了省去绕路的时间，直接躺平在船上，穿过了这棵大树。被解放的枯木
乍一看不觉得它有多长，但近距离与小木船一对比，原来两者相差无几。稍微把枯木表面的树皮清理洗净之后，把它与小木船系上绳子，发哥直接蹲在枯木上做起了人工发动机，而小木船则被一路牵引跟随着。好在两根天选之木的距离并不算太远，对准树眼直接插入，快很准，无可挑剔。加上发哥从旁整理与调味，两根枯木瞬间粘在一起，不离不弃，这样就有足够稳定的浮力与使用面积。下一步只需要采集材料，对两根枯木进行加固。随即发哥二话不说，像灵活的猴子，提着斧头爬到树上狂斧乱舞起来，接着将精挑细选的树枝通通钉固上去，两根枯木的组合瞬间大变样。再把小木船上的甲板也拿下来铺平，发哥立马情不自禁坐了上去。正所谓出色的匠人，往往都是匠气做产品，匠心出作品。这件水中杰作，发哥表示十分满意。坐在上面喝一杯黑水树皮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随即再用乌漆嘛黑的黑水整理一下仪表仪容，毕竟人穷不要紧，但意气风发不能丢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生火做饭了。发哥决定把捡来的易拉罐将其全部剪开，当做炉灶的垫子。这样一来可以防止在柴火焚烧的时候，不至于把新营地的底木给烧掉。正当发哥需要回到小木船拿工具的时候，小木船早已生着闷气，越飘越远。谁叫发哥喜新厌旧？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让发哥很是挠头，无计可施，只能脱衣下水把小木船划回来。想在自然中求得生存，总要面临许多的挑战。刚才的天气还好好的，如今突然下起瓢盆大雨，淋得发哥措手不及，手忙脚乱。现在也只能顶着大雨，尽快把帐篷搭建好。帐篷不仅仅是一块简易的塑料薄膜，它可是挑起了替发哥挡风遮雨的担子。很快，简易的帐篷搭建起来了。但此时的发哥依旧未能停下手中的斧子，继续完善新的营地。目前发哥需要收拾一块可以点火的地方。木头尽管终年泡在水中，但现在的坚硬程度依然坚固无比，每一斧子下去都是哐哐作响。清理出一块生火位置之后，钉上马口铁材质的易拉罐铁皮。眼看此时的雨水开始有停下来的迹象，但下一秒再次倾盆而下，似乎这场雨水一时半会不会给发哥好脸色看的。于是发哥找来一根树枝，把雨布的遮挡面积再撑大一些。随后终于回到帐篷内歇息一番。尽管外面雨水还滴滴答答的下个不停，但依然没能阻止发哥忙里偷闲的好心态。来上一口热乎乎的独有黑水树皮茶，整个人顿时精神抖擞，充满热的力量。为了防止长时间淋雨容易感冒，发哥也不得不把毛毯披在身上。即便雨水拍打的声音充斥着整个雨林，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发哥美好的心情，因为他知道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。纵使雨水会停，但发哥的水上生存仍在继续。你懂得怎样在浮木上生活吗？不仅要学会制作捕鱼陷阱，就连生火做饭都要一条龙，亲力亲为。上一期说到，发哥嫌弃小木船的可用面积太小，于是利用2根巨大浮木建造了一个简易的生活平台。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发哥的水上生存会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，而这个简易平台以后改造成什么样的雄伟建筑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老天爷的心情总是时好时坏，说变就变。刚刚才大雨倾盆，转眼之间又雨过天晴。此时发哥的小肚皮早已饿得咕咕作响，他迅速收拾好平台，一边划着小木船探索这片未知的河域，顺便收集一些干燥的枯木，准备生火做饭。在野外生存，你必须懂得如何利用周围的有限资源。遇到这种干枯且烧粗的柴火，可以适当的多聚一些。虽然这片水林随时可以听见鸟语在滋滋交流，但这种遥不可及的人间美味，即便发哥3番4次的抬头望去，就以发哥目前的技能与工具，是暂时无法触及到的食物。还是回到营地，做回现实中的自己。正所谓新房安灶，火鸡报道。虽然发哥没有火鸡的助兴，但开炉烧灶还是必须的。用发哥之刃削出薄薄的火龙，听着削木屑的声音，着实有点丝滑般的感觉。作为发哥野外生存的重要伙伴，美棒哥也要出来露两手。咔嚓一声，成功点燃了火堆。在野外生存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更何况要在水上生存。想要生存过得去，必须耐心和努力。发哥拿起水壶，在黑水中哗啦啦地沐浴了2下，然后又原地打满了1壶黑水，真是干净又卫生。原本发哥指定的黑水茶特饮，今天也有了新的尝试。一小束植物花蕾成为了新一代新宠，就是不知道煮开之后味道如何。而今天的主食就是这一根粉皮色的番薯，相信番薯对很多小伙伴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它是我们农村小孩童年时期的美好记忆。清洗一下，直接放在火堆旁边烘烤即可。为了避免番薯被烤焦浪费食物，还需要不时的将其翻面。
发哥在等待美食的过程中，并没有静坐待食，而是居安思危，立马动起双手制作捕鱼陷阱。发哥拿起一根2头贯通的空心胶管，不停地前后打量了一番。发哥不愧拥有一颗7200转速的脑袋，很快就有了制作方案。拿起手锯对准胶管一端，锯出4块5厘米左右的深度，接着放到火堆上将其烤软。趁着胶管还热乎软绵的时候，用手将锯开的每一片塑胶往胶管内侧对折，使其完全将胶管口封闭。紧接着再把捡来的一个塑胶瓶割开，在其瓶身割下一块长方形的塑胶片，同样的也把它放到火堆上烤软。在等待之时，发哥在胶管另一端的1厘米位置锯开一道口子，再把烤软且裁剪好的塑胶片往胶管口塞进去，使其形成一个只进不出的开关。为了防止塑胶片脱落，还在后方位置再次锯出一道口子，把凸出来的塑胶片插进管内。就这样，一个简单又完美的捕鱼陷阱就完成了。不过看陷阱的大小与造型，估计是用来专门捕捉黄鳝而制的。此时今天的新特饮也煮好了，先把它倒入保温瓶待会品尝。目前还是先把捕鱼陷阱布置好才是上之策，毕竟要长时间在水上生存，足够的食物才是重中之重。发哥把一只硕大肥美的福寿螺敲碎，取其螺肉再放进胶管之内充当诱饵。即便福寿螺对发哥来说同样珍贵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。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呢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发哥的正餐时间终于到了。此时被炭火烤的外焦里嫩的番薯，散发出像炒熟的板栗一样香气扑鼻。即便此时番薯哥全身都滚烫的，但依然没能挡住被发哥徒手掰断的命运。粉色的外表，金黄色的内在，此等润肠通便、益气补虚、降低血压的人间美味，直叫人垂涎3尺、跃跃欲试。对于发哥来说更是如此。你看他那种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样子，就知道番薯哥有多美味了。再来上一杯新宠的黑水特饮，真是清甜又甘口，一刻都不想走。发哥吃饱喝足之后，穿上他那迷人的迷彩裤，调整好小木船，开始出发布置下一步计划。正因为发哥这种一路未雨绸缪的行动与心态，才能使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下都能披荆斩棘，从容面对。发哥划着小船飘荡在黑乎乎的水面上，双眼不停四处扫视，寻找合适的摄捕地点。一盏茶时间，他终于来到了一处野菜丛生的河域。这里的水生植物确实够多，而且绿荫盎然，充满生机，很显然是鱼儿觅食与隐秘的好去处。不过同时也是发哥摄捕的好位置。野生的黄鳝特别喜欢在野菜的根系上觅食一些有机化合物、碎渣和藻类植物，同时它们也很喜欢吃螺肉和喜爱钻穴的特点。这次发哥制作的胶管陷阱简直是为黄鳝量身定做的死亡陷坑，把胶管陷阱45度斜插在水中，并用绳子与野菜绑在一起，防止陷阱飘走。唯一可惜就是胶管陷阱的数量太少，不然中标的几率会大大提高。从不空手而归的发哥随即摘了一些鲜嫩的野菜充饥，真是铁打的钢胃，流水的食物，没有什么是发哥不可以吃的。直接倒点酱油与食盐当蘸料，将野菜清洗干净，取其鲜嫩部分的菜梗，剥去梗皮，沾点蘸料直接开吃。鲜嫩的菜梗在发哥嘴里发出滋滋作响，犹如葛优吃黄瓜时的表情，毫不在意，波澜不惊。看看发哥的吃相，就不难猜出菜梗已成为一道美味。在享受完一轮小零食之后，此时的天色渐暗，凉风也得意起来。穿上外套的发哥也是时候过去查看陷阱了。今晚究竟是鱼池捞饭，还是茶水送饭，就此一举。发哥把胶管拿上来抖动几下，管内发出沉甸甸的撞击声音，原本忐忑不安的内心终于安定了下来。往盆里一倒，3条原生态的野黄鳝随即映入眼帘，一大两小就是发哥今晚的蛋白质来源。你见过哪些野外生存的牛人吗？贝爷与德爷的威名已经是街知巷闻，但还有一个初出茅庐的水上生存狂人，你见过没有？一人划着小木船纵横黑水河域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无论是自制陷阱捕鱼抓螺，亦或者是船中生火做饭，样样都是有板有眼，顺手捏来。不过最近发哥更是有大动作。上一期说到，发哥捡来2根枯木，扩大了生活平台。今天继续完善平台的同时，为了能在水林中实现吃蔬菜自由，发哥还尝试在枯木上种植姜葱蒜，并且不久之后，发哥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小伙伴，与之一起友情岁月。发哥是一个生活过得精致且勤奋的人，为了实现接下来的计划，说干就干，不带半点含糊。发哥来到一片浮木纵横的河域，拿起斧子开始削木做钉。这些浮木明显已经在这里给黑水哥欺负多年了，身体早已身心俱疲，破败不堪。很快被削好的木钉在发哥的3锤2棒之下瞬间嵌入了浮木之中，
接着把一根结实的毛绳绑上，企图与昨天做好的平台进行牵引合并。但发哥坐在船上明显是拉不动他们的，所以他必须站在另外一根浮木上发力。正所谓大力出奇迹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转眼间，水面上的几块大浮木都被发哥牵移在一起，在水面上形成一块不小的露水面积。发哥先用绳索将它们暂时绑扎固定好，接下来就是正式对该平台改头换面。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，自我贡献。反正18个月之后又是一棵好树，而旁边的好基友横树哥也自告奋勇地做出了牺牲。面对这些慷慨就义的树哥们，发哥当然义不容辞笑纳了。收集完木材之后，满载而归的发哥开始拿着木钉敲进浮木上，接着用一根长木横向架在所有浮木上面，再用绳子与木钉牢牢地捆扎结实。转眼间，发哥已经把浮木的加固工作全部完成。想在浮木如履平地的行走，就必须用许多小号的木头铺设在长木棍上面，并加以捆扎好。看着平台的面积足足有4平方之宽，发哥为了在上面行走的时候不至于行差搭错扭伤脚踝，他必须还要去收集一些更小的树枝铺在上面充当地板。眼前这些干枯的细小树枝大小正合适，二话不说直接挥动着发哥之刃，一堆小树枝就这样被整齐划一地放在船上。发哥将小树枝横向铺在原有的树木之间，这样既可以减小缝隙，同时也可以防止小树枝折断率。地板铺完之后看起来还不错，有了结实的地板，怎么可以没有遮风挡雨的屋顶呢？发哥在平台的4个角落搭建了4柱4梁，在柱子的用料方面选用了较粗的树干，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后期维修频率。在整个房顶框架搭建完成之后，再用同样的小树枝铺设上去。当然，小树枝的紧密度越好，房顶的遮风挡雨效果就越佳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用比较粗的树枝来搭建呢？这样房子就更加结实耐用呀。其实发哥一向做事都是心思缜密，他必须控制好每一根树枝重量的增加，太多太大都很容易使得平台举步难行，甚至有可能下沉的风险。加上发哥还考虑以后会在上面建造和种菜，不得不说发哥心思缜密，想得长远。长期在野外水林中生存，除了每天寻找食物给带来的压力，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难以解决的难题，那就是孤独感。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感可能会引发某些情绪障碍，一旦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孔子曾说过，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所以发哥每天都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不过今天发哥的好运气要来了，就在他专心铺盖房顶的时候，被远处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过去。原来在一堆绿油油的水葫芦上面，有一只遭到世人遗弃的旺财，在此等候有缘人的垂怜。当他看见发哥出现的那一刻，卑微而可怜的声线随即急速和洪亮了起来。同时发哥也感受得到彼此的一见钟情，能在偌大的荒芜水林之中相遇，肯定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也许上天也觉得发哥一个人在水林中生活实在太孤单寂寞了，所以把旺财派来给他做个伴。发哥当然义不容辞地伸出双手迎接这位天赐好友的到来。看旺财全身毛发都是金黄金黄的，那就必须给他改一个霸气的名字，就叫他小黄吧。发哥用黑水稍微帮小黄整理了一下仪表仪容，用鲜艳的红布擦去身上的污渍与水滴。发哥与小黄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篇章。发哥划着小船返回营地，由于小黄是第一次坐上这艘不沉号，所以显得特别害怕与兴奋。作为见面礼，发哥当然不会亏待自家兄弟了，立马把整个袋子的粮食全都给小黄安排上，看他嘚吧嘚吧的吃个不停。想必小黄在陆地过得也不怎么样，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呢。小黄吃到一半的时候，2只友善的狗眼向发哥示意，你为啥还愣着呀？不一起吃吗？发哥只好拍了拍他的小脑袋，便开始保持沉默。随后发哥继续整理新平台的树枝。虽然发哥与小黄只是一面情缘，但对于发哥来说，早已把小黄当作家庭成员的一份子。眼前正在搭建的这块小地方，就是小黄以后的私狗房间了。为了能让他住得安心安全，发哥再次砍回一船小树枝，细心地把它们整理一番，然后再为狗房装修搭建。匠人的手艺，家人的细心，狗房很快就搭建好了。为了能让小黄住得放心，睡得暖心，发哥再次划着小船来到之前的水葫芦跟前，而挂在树枝上的干燥水葫芦正是发哥此行的目的之一。被晒干的水葫芦不仅重量足够轻盈，而且它的根系也比较柔软，拿回去给小黄做席梦思再好不过了。回到营地，发哥细心把干枯的水葫芦全都铺在小黄的床上，看着厚度与软度，睡起来绝对十分安逸温暖，甚至比自己睡觉的地方还要舒服。随即一面之缘的小黄终于有了自己的闺房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。小黄很快就吃完了大哥给他的粮食，突然他望着镜头，似乎有狗话要说，奈何语言不通，只好欲言又止，还是算了吧。此时发哥坐在旁边摆弄这一束鱼线，他又有了下一步的计划。
因为发哥心里非常清楚，过去一人饱餐一顿，全家不饿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有了小黄的加入之后，想获取更多的食物，更不能有一丝懈怠与偷懒，因为小黄只负责干饭不干活。发哥很久没有使用鱼钩钓鱼了，但是为了家人，他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更多食物。虽然钓鱼很耗时间和耐心，但钓鱼无疑是水上生存获取食物最便捷有效的方式。哪怕只钓到了一条小鱼儿，发哥也来者不拒，欣然笑纳。有了好的开始，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机会继续垂钓。看着一人一狗在水林中惬意的画面，不禁令我在脑海里不停地思考：我们这么努力挣钱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即便有了足够的钱之后，能像他们一样开心惬意吗？此时干完饭的小黄倒头就睡，而发哥每次钓到鱼儿的时候，总是难掩心中的喜悦。无论大小，通通都收入囊中。即便质量不咋地，但数量一定要跟上。更何况小黄一觉醒来就是要干饭的。想到这里，发哥就越钓越起劲，坐在平台钓完钓物外，辗转腾挪好几个地方。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今天钓到的鱼儿数量还是不错的。转眼间，发哥在浮木上升起了火堆，在等待炭堆的时候，发哥把今天钓到的每一条鱼儿清理干净之后，直接用新鲜的树枝把8条大小旗鼓相当的小鱼串了起来，放在火堆旁开始烘烤。此时小黄也开始闻香躁动起来，不停装模作样的发出可怜叫声。即便还没有熟悉船上行走的小黄，生怕发哥会把他那一份给忘掉烘烤了，他开始壮着胆走到发哥跟前提醒一番：大哥，别忘记小妹的烤鱼呀！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有我一口粥喝，就有你一碗饭吃的。很快，8条原生态的小鱼儿在炭火的烘烤下，逐渐变得焦皮里嫩，而鱼肉的香味早已十里飘香，充斥着整片水林。发哥连忙拿来一串烤鱼，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小妹来上一条。而此时小黄却开始耍起小脾气：大哥，你先帮我把烧焦的鱼皮去掉，我才会吃。发哥当然依他所示，将烤糊的鱼皮鱼肉去掉，再放到小黄的嘴边。不得不说，有这样的好大哥，请给我来一打。紧接着，发哥又用双手捧着河水给小黄喝上几口，这满分的服务态度，着实令人羡慕嫉妒恨呀。等小黄吃饱喝足以后，发哥才舍得自己啃上几口。看得出来，发哥是打心底喜欢小黄的。而小黄吃完之后倒头又睡了起来。下一期发哥将潜入水底挖来一些黄泥，究竟他会用这些黄泥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